我们有新增2例，而且每天不是增1例、增2例很烦哈。现在新增2例，一个呢是33例，一个是34例。33例呢是北部男，30多岁，北部年轻男啊，30多岁男，他为什么得？这判断了，他在2月17号到22号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回国以后呢，在25号出现咳嗽，所以是不是在大阪被传染的，还是他那个团里面有人传染？不知道啊，还要查嘛哈。那咳嗽、喉咙痒，症状持续，所以呢，26号到医院急诊就医裁剪，回家27号通报送验，今天确诊啊。目前个案啊已经给他放到负压病房了啊。那这个叫做境外移入个案，因为认为是日本感染可能性比较高，在日本因为他参加团嘛哈。按34啊，这个也是女性，50多岁哈，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病啊。2月14号因为低血压、全身疲倦，然后住院，呼吸道没有问题啊，没有什么喉咙痒啊，什么流鼻涕也都没有哈。但是21号开始出现咳嗽、喉咙痛及发烧，26号有肺炎，医院通报送验，今天确诊。啊，他没有国外旅游史，没有去过大阪啊，没有去过武汉啊等等哈，所以判断是国内感染的。那正在检查到底他被谁感染的，那我们看一下。33案是我们30多岁的男性，好，那于2月17号到2月22号，好，与另外21个人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好，返国后于25日出现好相关的症状。那因为症状持续，所以26日到医院急诊就医裁剪后返家。那27日，医院通报送检，今天确诊。依照他的一个活动史来研判，与日本感染的可能性是最高，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第34案，他有慢性病史。那2月14日因为低血糖，全身倦怠情况就医，2月14日就开始收治入院。那当时没有呼吸道的症状，21日起出现咳嗽、喉咙及发烧的症状，所以26日诊断有肺炎的情况，由医院通报送验，于今日确诊。那这个个案呢，他没有国外旅行史，那研判在国内感染。那叶医师怎么看这2个 case？ 这2个 case 对医疗人员最头痛的应该是那个第34例，不知道哪里来，因为主要他是在住院后一段时间，然后才在医院中发生肺炎。那如果就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这样其实是有院内感染的疑虑啊。那只是说从过去我们有几例也是在医院中后来发现哦，比如说那个案例24跟后来的案例27，对，其实他们都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而且是没有负压隔离的情况之下，才又进一步诊断出来。但是他周边的医护人员其实并没有人后来被确诊，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医疗机构的基本防护其实是做得很不错，所以由这个医疗人员来传染案例34的机会，我个人会觉得相对也许比较低。可是他为什么会在住院的期间才发生肺炎？是不是有外来的人访客又将这个病毒带到他这边来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理清。不过这可能是对医院来讲，以后我们在我们的病房中寻找疑似个案里头一个非常要很谨慎跟小心的情况。对，因为我们本来会预期说，如果你这家医院没有收治病患，你应该不至于会有病人是以院内感染的这种时序、这种情形出现在病房里。不过这个 case 就有没有可能也不是在病房，事先就感染，只是都没发，住院才发了这样？因为感觉他的潜伏期拉得还蛮长，他14号就已经住到医院里头来。那21号开始出现咳嗽，那大概隔了7天了，所以他从外院进来的时候，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啦，就是说有可能他2月14号的全身倦怠就是症状之一，但是当时没有被察觉，而且他原来的抵抗力弱嘛，因为他是有共病史，对，所以说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院内感染，而是因为他身体里面的一些病情的变化，导致他后来引发肺炎？我觉得如果是他应该是带着病毒来住院，只是他初期的症状很轻，不是以肺炎的方式来表现。为什么有这么多样？这到底什么病？从哪里得来之后研判半天？我觉得这个是自然的现象了，这个没有什么好奇妙的。但是我注意到你刚才讲说每天来1个来2个，好烦哦，这个是不健康的态度，你知道吗？对，因为每天来1个来2个，我觉得防疫人员一定很不，
每天来一个来2个，还算好的让他们有事做。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呢，表示这个社区感染不存在，不存在。所以1个、2个，一个，等到全部的疫情都过了，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好消息啊！会不会1个2个有一天突然爆发比较多人？现在我们在3月15号是一个关键点，苏益仁教授已经公开讲，3月15号以前会有一个大爆发。如果真的大爆发，为什么3月15号？他是算数学模式，就是说潜伏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会请我的朋友拿铲子挖一个洞把我埋掉，因为我会遗臭万年。那你就不能到中东去了，不能随便买。两回事。但是如果3月15号以前没有重大疫情哦，那应该大家要相信我的讲法。但是我现在要讲这个跟团到大阪的，我觉得说它是境外移入太早了，你知道太早。但是呢，它是跟团，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如果它是自由行的话，那更麻烦。那跟团很好。如果是自由行，我们要忙通知日本那边啊，说我们有这个 case 啊，他经过哪里来，你们要照会一下，要让他知道。哦，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他不一定是境外移入呢？因为他17号才出发，他如果17号以前得病啊，这个整个17到22号这间都在潜伏期啊，然后回来，那这会传染他的团员吗？潜伏期不会传染，会啊，不，潜伏期不大致上不传染，会比较弱了。他是如果回来这末端啊，开始在传染了，当然有可能，但是要把这个团呢，通常一个团都不到20个，所以要处理一个团简单呐。我们最怕的就是他到日本漏蛇，但是因为是整个团，所以北啪走的可能性比较小。团也啪走了，不过这个团如果20个哈。20个回去又接触其他人，起码也是几百个的，而且团的话，可能要看说他有没有上班。你说他20号发病，对不对？22号回来哦。如果他23、24、25都上班，如果其他团员都是上班族，都回去上班，你要知道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单位。万一这当中有人其实是的话，我觉得他们都追踪了啦，这不用我们会追踪了。对，我觉得哈，那个还是我看了这几个案哈，案1案30，每个例的，包括那个印尼看护工。我觉得我生活好单纯哦，他们怎么每一个都接触，都很多人呐，真的那个印尼女看护工，她3天走的比我3个月走的地方都多，真的很多地方我大概几年也不会去，到处都是走。你社会接触面不够，对，社会工作太忙了，都是上班地点。我完全同意你，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实在太差了，好不好？现在终于防疫现在1级开设了哈。但是呢，国境还是不容有破口啦哈，当然不容有破口。现在主敌于境外嘛哈。那为什么要1级开设？不是我们国内严重，就像老沈讲，1天1个2个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主要原因是国外的疫情，因为国外疫情很严重了，所以怕影响到国内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国民党的压力。他这样说嘛，国民党哪有压力啊？国民党现在什么压力？一天到晚叫，一天到晚骂，你知道吗？国民党叫没人理他了。韩国瑜啊，侯友宜啊，一天到晚叫，好吧？什么叫1级、2级、3级开设哈？它有规定的哈，1级呢是行政院长指派这个指挥官，哦，结果现在还是陈时中哦，没有动啊。那如果2级的话呢，就是陈时中，原来是2级嘛。3级的话呢，陈时中不用出来的，疾管署长周志浩就可以了。哦，什么时候出现1级呢？是社区感染，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只有零星，所以因为国际出现了社区感染，所以我们也这个提前部署。2级呢，是我们出现境外移入，是啊，很多都是境外移入嘛。第3级是国外有明确社区感染，而且疫情扩大，国内还不一定有哦，要国外有就是3级哈。那2月27就执行1级了嘛哈。那么重点启动应变医院清空要收治啊，检验能量要扩充，4季采购等等编预算赶快买，委托或委办初筛的检验啊，把阴性排掉啊等等，就他升高他的成绩。另外我随时说，因为他主要是院长。院长这边，你各部会就要听他讲。教育部，学生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放假，还是不要放假？国军化学兵要不要出动？然后军队是不是通在营休假不能出去？等等。财政部这个税捐要不要减免？经济部口罩到底要增加多少条线？等等。工厂到底要怎样？他这个到行政院这个层级，他才能这个指挥各部嘛。那因为平常在这个部会里面这个所谓卫福部并不是一个强势的部，它是卫生署，它其实是弱势的部，其他部根本不听你的啦，所以你要把成绩拉高哈。好，那么现在发生这个外籍移工了，可能会防疫的漏洞啊。
这个移工，如果你到医院去看，那个看护工哈，因为医院有一些他常常用介绍的看护工，那有一些不是，可能这个病人自己带来哦等等。那他们不同的国家，比如印尼，经常就在一起讲话哦，越南在一起讲话，他老乡看到很高兴嘛，互相交换吃饭的时间，交换意见啊等等等等哈。而且他这个非法的，跑到这个医院，跑到那个医院，跑到那个跑那个医院，会不会成为漏洞？陈时中说，这不是我的权责啊。这是劳动部的权责啊，我不能把它弄来，我弄来会乱了，我怎么可能把劳动部的权弄来？但是你升高到一级，就是希望你能够统筹嘛。你现在已经不是卫福部长了，你的层级算是行政院长这样的层级哦。哦，我要统筹办理，各部会都要听我的话，不能不听我的话，我令牌在这里啊。哦，那联合报的社论说呢，苏贞昌不敢担的责任呢，丢给陈时中，哦，就觉得说大家都知道，哦，这个事情哦，这个我偶尔讲几句政治的话就好，是真的担起来，哦，到时候有功无赏啊，有过要赔哦，到底是不是这样？